给大伙分享一个有意思的故障，这种故障也是我头一回见。我现在用测速软件，它是测不出网速的，但只要你多尝试几次，网速它就能测出来了。不过测出来的网速并不会很高，也就10几20兆左右。重点是客户家只有这么一个路由器，网络布局并不复杂，而且路由器也不算太差。当时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准备检查进来的网速有多少。这里我就把万口给拔了，然后接我电脑上，但接上去后，电脑并没有显示有网络进来，没有网络进来，那光猫应该是调节模式了，所以我就用寻线仪接上去，打算找下线。找线之前我也看了下灯，它1到8星都是亮的，那网线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通过寻线仪，我很快的就找到了这条网线，对线的时候1到8星也是按照顺序亮的，那没理由网速会这么低啊，所以我就用电脑单独接上光猫，然后测一下网速，经过换算下来能跑到600多兆，但是客户办理的是1000兆的宽带。这里我就分享个冷知识，测网速对电脑性能是有要求的，一般笔记本在没插电源的情况下，性能会大幅度的降低，这时候电脑就跑不满宽带了，所以还是得插上电源再测一遍才行。大伙看吧，我插上电源，网速就从600多飙到了900多，这900多兆也是我电脑的极限了，这就算是跑满了宽带。看来光猫这边的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为了防止这网线质量的问题，我还找来了一块磁铁试了下，粘都粘不起了。既然没有被吸上，那网线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我就把它接了回去。接回去后，我又到房间里面试了下网速，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和之前一模一样，网速又测不出来了。这网速这么差吗？正当我要检查什么情况的时候，手机就显示有网络进来了。这网速也太差了，怎么一经过这路由器网速这么差？那时候我就怀疑是不是路由器有问题，于是我就把线给拔了，直接接我电脑上，看下吊挂路由器能测出多少兆。没想到网线接我电脑上只能测出100兆的网速，这奇怪呀，1到8星都是亮的，为什么只能测出100兆？第二次测出也是一样的100兆，这种情况我就要检查电脑的网口速率了。十有八九电脑的网口速率它也是100兆，但是这次怪就怪在电脑居然显示是1000兆的速率。我这边再测速给大伙看一下吧，明明是1000兆的速率，却只能跑个100兆，当时就把我整懵了。光猫那边明明是1000兆的网速，为什么到房间就变成了100兆？期间我也看了这条跳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排除它的成本最低，所以我就换了一条跳线，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新的跳线换上去后，反而出现了更糟糕的局面，电脑干脆就识别不到网线了。我等了一会儿，它就能识别到，但识别还没有3秒，它又断开了。开始我还以为是接触不良，这里我就把它插了一下，但是这回电脑就彻底识别不到网线了。我马上接上寻线仪，看看有没有断线的情况。这也没断线呢，可怕了！这次说来也奇怪，1到8星都是通的，但是电脑目前是识别不了网线了，那只能拆开面板看看是什么情况了。拆开以后，我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个位置是白绿的位置，却打成了白蓝，还有这个白蓝的位置却打成了白绿，这2条网线给打错了，所以我就把网线给剪了，重新给网线打上正确的位置。但打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了，6号不应该是绿色吗？怎么这里标的是蓝色？还有这4号颜色也对不上。当时我也不知道按照颜色来打还是按照数字来打，后面我就觉得颜色的概率比较大一些，所以我就先按照颜色来打试下。打完以后我接上电脑，但电脑还是识别不到任何的网线。不是吧？还识别不了？没理由啊，寻线仪显示1到8星都是亮的，就算打错了，电脑也能识别到网线才对，所以我只能去另头看看是什么情况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灯跳来跳去的，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水龙头它也是打错的，之前我只看灯没注意看水龙头了，难怪之前的面板打错了，1到8星还能按照顺序亮。
后面尽管我把水龙头给换了，但是电脑仍旧识别不了网线。当时我就怀疑这模块可能有问题了，但是我又没有随身带模块过来，所以我只能用胶布接法把网线给延长，看看跳过模块网络能不能正常使用。胶布接好后，我就插上电脑，电脑果然就识别到了网线，它这里还显示了签到的速度，于是我就测了下网速，看下能不能跑到千兆。现在就可以跑到了，大家有看吧，网线跳过了模块，不光网络正常了，还能跑到千兆，所以我现在能确定过来网线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就把它插到路由器上，看那网速经过路由器有没有衰减。哪成想我用手机测速发现只有97兆，这不对呀，这路由器明明是1000兆的，怎么只能跑个100兆来？那时候我还以为我连错了 WiFi， 但是我看了下信息，确实是5G 的频率，这肯定哪里不对了。于是我就用电脑接上路由器，看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接上去我就优先看了下速率，确实是1000兆的，但是我测了下网速就发现不对了，居然只能跑到100兆，怎么还是100兆？这肯定哪里不对了。后面我又把主线给拔了，接我电脑上，结果它又可以跑到1000兆了。后面我反复试了好几次，但是只要经过这路由器，网线就变成了100兆，所以我就怀疑这路由器可能有问题了。后面没办法了，我就给路由器断线重启试了架，没想到这么一重启，网速就上来了。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折腾，客户终于不再使用那10几兆网速了。我是想不到模块也有出错的，1000兆路由居然还能掉到100兆，以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这回居然在一个地方见到了这2种特殊的故障。好了，希望本期案例会对你以后提供参考。哦，现在是全部断网吗？没断网，但是这个网速不好啊。网速不好。现在连不了无线的网速特别差。我看一下吧。既然说网速不好，那就接上路由，看下网速有多不好。这里我用测速软件试了下，能跑700多兆。按理说网络应该不会卡到哪里去，那问题应该不在路由器身上，所以我得搞清楚当前的线路有没有存在问题。这个弯口是接光猫的，这条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交换机没什么数据，数据波动比较大的这个还是接到这个交换机有点像监控交换机啊。这个是监控交换器吧？我得看。但昨天我把它拔了重插以后，这个监控还是看不了啊。监控也看不了。对，也看不了。你现在看一下。监控也看不了。嗯。昨天不是让我把它线拔了重新插吗？导个监控。都没有，你看都没有。6个吧，看6个，现在一个画面看不了。我现在交换机的网线全部拔了重新插过了。监控都看不了。看了一圈，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知道路由器的网络它是正常的，所以我现在要用电脑接上交换机，看那交换机的网速正不正常。网络一进来，接到这交换机就没网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电脑接到交换机上，网速就测不出来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给大伙看下交换机的灯，没网速的情况下，它的灯还闪得这么厉害，那基本可以判断它存在环路了。要想解决这种故障也很简单，我们在本地链接里面拿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然后 Windows 加 R 键启用运行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输入 cmd，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拼路由器了。通常环路状态下拼路由器都会超时的，所以我们根据这特性去拔交换机的网线，一旦拔对了，那么拼它就会拼通。我看到2号灯闪得特别快，所以就尝试先拔它，看它拼的反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拔了以后路由器就可以拼通了。现在我再测下网速，网速也是能测出来了，看来就是这条线影响了整个网络。要找这线令头也很简单，我们接上局运营，然后随便找个 MVC 给你带路。我这边就检查出这条线有问题嘛。安全什么？它上面写着安全部1，安全部门1，得去那边看一下才知道。那时候不是被老鼠咬吗？现在检测就是你们这边切的网线有问题。我们这个线有问题啊。这里看到了。
现在在长线的你们这边往去处理了。应该是你们这边。嗯，在这里。看到了。是我们这个线有问题吗？现在你这边不能随意接这个线，你接下去。你这线爆闪了，爆闪的厉害。我拔一下。随接，就是过完年回来是啥样，就啥样的呀。等一下我拔一下。嗯，对了，你问题就在这里，一接上去，2个爆闪，那就是这里有人接了。你是哪个位置啊？我看一下看。这条线被人家接上去了，这是同一条线，这2个同一条线，这样的话接的话短路了。这个线不能接是吧？这种线不能接。小蜜这边之前有一台电脑，某种原因就给搬走了，后面有人看到地上有条网线，就好心的把它接了回去，这样就导致整个网络巨卡无比，原为拔了环路的网线，一切就都解决了。但他们说2楼还有几个房间没有通网，所以就上去看了看。我看到 IP 是160开头的，我就知道这种属于线路故障了。线的问题。啊，你有线吗？我给大伙看一下，目前这个灯是亮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就不亮了。你这线就灭了，所以电脑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那还是线出了问题。我这边就给他换条新的跳线试了下，试下吧。有用就用吧。拔了，接上去。你现在只能用 WiFi 对吧？嗯。看见。无网络连接，你这个不光线有问题，是我电脑有问题吗？就连交换机主线也有问题。哦，那就不是这根线的问题。你这根线也有问题。你这条是主线了，你这主线不亮。你这线都没反应。寻觅对线没有任何反应，十有八九是哪一段了。这里找线的过程我就跳过了，我是最终在1楼找到了它断点的位置。网线断成这样也不太好接，正准备重新布线的时候，我发现对面的电脑居然可以正常上网，索性我就把这网线穿过去，拿它来当主线。这条，哎，对，扯一下，对，再扯，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我把网线牵了过来，接到交换机上，这交换机所有的电脑网络就基本都恢复了。啊，可以了，你们网络都恢复了吧？可以了，看到这里，看到你这里，我这边已经恢复了。你这里还没恢复，嗯。你插线了没？插了。这就是。我看着。网络还是。等会我再插给你。以太网。大伙有没有看到，电脑是能获取到 IP 地址的，但速率只有10兆。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网线出了问题。我给你重新打这条线去。可以。你这线有问题。我用寻觅找到了这条线，但对线的时候我以为会断芯，但没想到的是1到8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接上去试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头了。啊。应该是头接触不良。还是不行。它刚刚显示 HPDC 吧，好像是。DHCP。虽说对线没有问题，但电脑接上去还是上不了网，所以这线还是存在问题。后面我把寻头给换了，电脑网络才恢复了过来，原为一切都结束了。但另一个房间的景象更是夸张，里面大概有10台电脑，都是靠连接 WiFi 来办公的，他们一直反馈 WiFi 信号特别的差。我来到走廊才发现2楼全部的 WiFi 居然都没有通电，这也难怪信号这么差了。我把 AP 给拆了，接上寻觅，最终在机房找到了这条线。但是让我纳闷的是，这交换机的电源去哪了？期间我四处寻找，也看了每个电源，发现都不是。当时我还以为交换机的电源被人家拿走了，但找到后面才发现电源掉到机柜后面了。我把电源接了上去，2楼全部的 WiFi 这才恢复了过来。其实这边的故障远远不仅于此，再讲下去的话视频就太长了，反正我自己也没弄明白这种网络条件下我过来之前他们是怎么办公的。